如今皇帝不见踪影，为了寻找金玉衣，拆穿常威的阴谋，二人商议之下，却决定前往其家中探查之下，却在密室中找到了正在修炼长生不老术的皇帝。二人立时将常威的阴谋告知，不料皇帝却并未相信。为了让其看清真相，朱翠却与其一同假扮侍卫进宫。眼见常威竟假传圣旨，残害朝中大臣，皇帝瞬间大怒。但如今其已然被架空，能与常威对抗的却只有东厂锦衣卫。担心皇帝执迷不悟，再次修炼长生术，朱翠却以金玉衣为条件交换，助其传旨。另一边，常威来到密室，却发现皇帝已然不见踪影，明白大事不妙，正欲逃离。不料此时锦衣卫已然将其府邸团团围住。看着身前的常威，皇帝却大怒道：常威，你欺上瞒下，害死鄱阳王，虽千刀万剐，不足以解朕心头之恨。桑董，将他拿下！听闻常威立时飞身而起，欲要逃离。此时数枚剑使袭来，瞬间将其击杀。如今常威已死，金玉衣已然物归原主。不料此时海无言伤势再次发作，担心其安危，潘佑迪却为其披上了金玉衣，并叮嘱其修炼宝衣之上的功法。次日休息之下，其身上梅花掌之伤却已然消失。见状，潘佑迪大喜。为了寻找长生术，潘佑迪却只身前往追查高丽的下落。不料却发现其已然找到能破解宝图一文之人，而在其寻宝的路上，却遭到了神秘高手的伏击。感到周身高手气息，高丽却眼神突变。此时林中二人同时飞身攻出，见状高丽却单掌挥动，强横的真气瞬间将二人撕碎。暗处的潘佑迪大惊，显然此时高丽的武功已然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。而待二人走入山洞，却发现了早已在此恭候多时的武林名宿童玉琪夫妇。知道二人的目的，高丽却微微一笑道：老子肚子里的酒虫都在闹，一闻着酒香啊，我愣是走不动了。眼见高丽竟毫无防备，童玉琪立时道：四海之内皆朋友，今天晚上我们能在这相聚，算是我们有缘。娘子，快拿西湖过来。量杯中美酒一饮而尽，不料下一刻腹中却传来剧痛，显然是中了剧毒。见状，童玉琪立时嘲讽道：高丽呀高丽，就算你有通天彻地之能，也得醉倒在我鸡鸣五谷离魂砂之下。童玉琪，你们休想拿到宝图！眼见高丽中毒，二人不再犹豫，欲要将其击杀。不料此时高丽眼神突变，一掌攻出，将女子打成重伤。哼，在我高某人面前玩这套，差远了。说吧，要怎么死，我成全你们！双方激斗，但高丽武功却远在二人之上，三招便将二人打成重伤，并将童玉琪双目刺下。老子破格给你们留条生路，我数到3，你们就跑。转，死路一条。1、2。听闻二人不再犹豫，立时逃离了山洞。不料却被高丽轻松追上。就在他欲下杀手之际，潘佑迪现身。见状，高丽却微微一笑道：你终于出来。你引我出来，不就是想拿金玉衣吗？你既然明白，就把金玉衣交出来吧，说不准我可以饶你不死。听闻潘佑迪却微微一笑，眼神突变，冰玉刀瞬间出鞘。面对天下第一高手，他却不敢大意。冰玉刀法施展，刀气掌劲互撞，但高丽的武功却远在其之上。梅花掌法施展，强横的掌劲爆发，瞬间将其震退。关键时刻，海无言现身，断魂掌法施展，二人互拼掌力，竟不相上下。见状，海无言却不再纠缠，欲要飞身离开。不料高丽却趁机偷袭，海无言立时回身迎击，将其震退，而后飞身离开了此地。二人逃至竹林，潘佑迪却瞬间大急，只因方才海无言硬接了高丽的梅花掌。不料海无言却发现并无大碍，想来定是其身上金玉衣的神效。另一边，高丽依照宝图的指示，顺利找到了药精，而为了守住长生术的秘密，却出手将带路的老者击杀。潘佑迪二人闻声赶来，看着身前惨死的老者，却瞬间大惊。我想，高丽一定是拿到禁书了。没错。当看到海无言手中的金玉衣时，高丽却立时大喜道：牵住我！已经练成长生不老功，我会长生不老！看着身前的二人，高丽却杀心大起，飞身攻出，双方激斗，刀芒掌劲互撞，周身真气瞬间炸裂。高丽以一敌二却不落下风。见状，海无言立时飞身而上，断魂掌法施展，二人掌劲互撞，竟同时倒飞而回。不料其随身所带金玉衣却瞬间掉落，真气波及，山洞倒塌。而高丽却不管不顾，挣扎起身，抓起地上的金玉衣迅速逃离。看着身前的宝衣和药精，高丽却立时膨胀。我高丽将成为千古唯一的长生不老之人呐！山洞中，高丽身披金玉衣盘膝而坐，修炼着长生不老术。
却丝毫未在意宝衣之上缺少的玉片。另一边，不乐岛上，朱翠却发现青青不但天资聪颖，且对乐器有极高的天赋，正是风来仪寻找许久的女儿柳仙儿。二人终于母女相认，一旁的朱翠却感动落泪。与此同时，不乐岛大护法却找到躲藏许久的单坤，欲要将其击杀。关键时刻，风来仪赶至，眼见师兄竟安然无恙，风来仪大喜，而单坤却当众将高丽的恶行告知。不料此时大护法却厉声道：“他们是奸细，都给我抓起来！”我才是不乐岛的大岛主。话音未落，高丽却飞身赶来，梅花掌法施展，强横的掌劲击射，瞬间将其打成重伤。看着逃离的高丽，风来仪立时飞身追赶，而单坤身中梅花掌之伤，却心脉俱碎，已然命不久矣。临死前却将不乐岛岛主之位传给了朱翠，并叮嘱定要击杀高丽为其报仇。看着身旁惨死的单坤，朱翠却悲痛欲绝。另一边，为了弄清当年柳家堡被灭的真相，风来仪却拦在了高丽身前，厉声道：“17年前，是不是你杀了柳家堡300多号人命？”不料此时高丽却一反常态，怪笑一声，瞬间陷入了癫狂。众人见状大惊，原来高丽因强练宝衣之上残缺的长生术，已然走火入魔，神志不清。见状，风来仪却大怒道：“你到底杀了多少人？”此时神志不清的高丽却将实情告知。原来当年为了得到武功绝学，高丽却出手将柳家堡之人尽数击杀。想到惨死的家人，风来仪瞬间大怒。不料此时高丽却大喝道：“我练成了长生不老术，我长生不老了！”眼见高丽逃离，二人立时飞身追赶，双方交手。此时高丽虽神志不清，但武功仍在，梅花掌法施展，瞬间将无名打成重伤。见状，风来仪立时飞身攻出，二人互对掌力，但高丽武功却远在其之上，他内力爆发，掌劲激射而出，风来仪立时落入下风。就在他欲下杀手之际，无名飞身赶来，为其挡下了致命一击。关键时刻，朱翠现身，醉金乌剑法施展，一时间二人竟斗得不相上下。见状，高丽却并未纠缠，飞身离开了此地。看着身死的无名，朱翠却悲痛欲绝，身旁的风来仪亦是心如死灰。另一边，为了击败高丽，风来仪却告知众人，高丽的梅花掌属阴，唯有纯阳内功能将其克制，而海无言修炼的断魂掌虽为纯阳，但功力却无法与之匹敌。如今唯有与同属阴寒的冰玉刀法融合，阴阳互济，方能打败高丽。但海无言如今却重伤在身，担心其安危。潘佑的确立誓道：“无言，我情愿让整个世界都毁掉，我也不愿意失去你。”幼灵，难道你想看着高丽杀人称霸？我可没有选择。看着眼神坚定的海无言，潘佑的确只好答应了此事。次日，众人同时来到不乐岛境内，看着山巅之上的高丽，风来仪却厉声道：“柳家堡上上下下360几口的血海深仇，今天就让你来偿还！”你这不乐岛的叛徒，就算你不来找我，我今天也要清理门户。但见风来仪运起浑厚内力，飞身而上，二人互拼掌力，但高丽的功力却远在其之上。梅花掌法施展，周身真气瞬间炸裂，轻松将其震退。看着倒飞吐血的风来仪，朱翠却瞬间大怒，立时飞身攻出，醉金乌剑法施展，但却依旧被高丽的掌劲轻松击破，倒飞而回。此时潘佑迪二人却不再犹豫，同时飞身而上，双方激斗，刀芒掌劲互撞，周身山石瞬间炸裂。不料高丽的武功却已达化境，以一敌二不落下风，掌锋过处，潘佑迪立时倒飞而回。关键时刻，海无言却飞身而上，为其挡下了致命一击。看着重伤的众人，高丽却立时放声大笑。不想合众人之力一时无法将其击败，而看着身前重伤的海无言，潘佑迪却瞬间大怒，手持冰玉刀飞身而上，欲要与其拼命。见状，海无言大惊，不顾重伤之身，立时飞身追赶，将其拦住。二人同时握住刀柄，飞身直刺。此时冰玉刀刀身突变，竟完全被寒冰覆盖，不料却依旧被高丽轻松接下。但见他双掌交错，强横的内力爆发，潘佑迪二人立时倒飞吐血。不想二人阴阳互济，功力融合，亦不是其敌手。显然高丽的武功已然天下无敌。不料此时潘佑迪身上吊坠掉落，见状二人大惊，只因吊坠正是金玉衣之上缺失的玉片。就在此时，朱翠却飞身而上，将高丽缠住，而海无言二人却抓住时机，再次持刀飞身攻出，趁其不备，冰玉刀瞬间刺入了金玉衣缺失的玉片处，高丽立时痛苦惨叫，海无言却一掌重击刀柄，冰玉刀瞬间透体而出。不料临死前高丽却内力爆发，瞬间将三人震伤，但却再也无法支撑，真气透体，身体立时爆损。而海无言却因重伤未愈，强行运功，硬接高丽的梅花掌，却
却已然心脉俱碎，命不久矣。看着重伤的海无言，潘佑迪悲痛欲绝。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二人却选择了远离喧嚣，回到最初相识之地。看着离开的二人，朱翠却微微不舍，但心中却依旧默默地祝福二人。如今高丽已死，朱翠却接任了不乐岛岛主之位，并将岛名改为快乐岛，希望今后岛上再无杀戮，只有和平与真诚。